架搭载26名乘客跟3名机组人员的航班，在起飞后因引擎装置变形，因飞机急速的下降坠毁。在落地后本来是全员生还的情况下，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还是有9个人丧命在熊熊烈火中呢？要是你也是其中的一员，又可以做点什么为自己博得一线生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空服迷你，今天我会以一个机组人员的角度，跟大家分析这一起大西洋东南航空529号航班的空难。我不仅仅想要跟你说这一个事件，还想要从中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点，让我们学习如何求生。接下来，大家就跟着我回到1995年8月21号。机长 Ed Galloway、副驾驶 Matt Warmerdon 跟空服 Robin Fett 踏上了这个航班，从阿特兰大国际机场到比诺克斯国际机场。由于是美国国内线，机上很多都是出差的旅客，整整26名的乘客就靠 Warmerdon 一个人去照顾了。这个大西洋东南航空529号班机是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巴西利亚双螺旋桨引擎客机，在当时是性能极好却不容易操纵的小型商用飞机。飞机在12点10分离开阿特兰大机场，并在12点23分起飞。本来这是一趟再普通不过的一次短途飞行，却被突如其来的一个声响破灭了许多人的好梦。在飞机爬升到18100尺的高空时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副驾驶 Matt 形容那像是球棒敲击铝制垃圾桶的声音。坐在客舱左侧的乘客都一致的从窗户看到左边引擎的外壳被扯裂，露出里面的零件，当中还有液体从中流出，沿着机翼的背面流下去。而这一切的画面，坐在驾驶舱的 Matt 和 Ed 完全不知情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引擎故障，自动驾驶失效，由机长 Ed 接手手动驾驶飞机。飞机以每分钟1600公尺的速度往下降，而受损的引擎也在空调系统中漏油，一下子座舱布满浓烟。机长他们在找寻故障的原因时，还要把倾斜的飞机控制好。通过指示灯，他们得知飞机的左引擎出了点问题。机长 Ed 就试图调整螺旋桨来让飞机爬升，但显然他的操作没有作用。不久后，左引擎着火的警告灯也亮了起来。他们尽了一切的努力让飞机保持平衡，绝对不能够让它继续的往左倾斜了。空服 Warmerdon 也从窗户看到这一个可怕的情景，他尽了乘务员的本分，安抚乘客的情绪。他告诉大家，这架飞机本来设计是可以单引擎飞行的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左引擎不仅仅是故障停止运作，而是螺旋桨中一部分的叶片失去了作用，令整个装置都变形了。变形的引擎造成过度的阻力，而且失去了左边的推力，令整个飞机急速下降。在驾驶舱中，机长 Ed 也开始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。他曾经驾驶过一次单引擎的巴西利亚客机，最后是毫不费力的就降落了，根本不像现在一样要那么费劲的操作。在这个时候，由于 Ed 不放弃的试尽各种方法，突然机头往上抬，飞机的速度减缓到时速300公里，他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副机长 Matt 就联络 Warmerdon， 告诉他们要折返阿特兰大机场紧急降落的决定。在这一次通话中， Warmerdon 以为机长已经得知左引擎的问题，所以并没有把他看到引擎旋毁的情况告诉他们。飞机持续的往下降，机长 Ed 意识到他没有时间回去阿特兰大机场了，所以他们决定改变主意，降落在近一点的西乔治亚机场。同一时间，在地上的空管人员忙于处理这个突发情况，忘记通知紧急救难人员了。可惜的是，飞机最后还是撑不到去机场，在来不及开起落架的情况下，在卡罗尔线附近坠毁，时间是12点52分。
卡诺尔县是一个小农村，有不少居民都目睹了这难得一遇的大事件。尽管他们都报警要求救援，在没有事先预备的情况下，当地的救难人员也只能尽力地赶到出事地点。我们把视线回到坠毁地点，飞机断裂成2半。奇迹的是，机上大部分的人都安然无恙，只有少数的人因重击而受伤。不过，刚经历了坠机恐惧的一众人，不知道命运的转盘才刚开始运转。他们当中少数的乘客在回过神来以后，立马的逃出机舱，远离了飞机。但大部分的乘客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当他们开始想从出口离开时，整架飞机因为机翼漏油而起火。他们要么继续待在机舱，要么就要跳进已经烧红的唯一出路了。在驾驶舱的情况比客舱还要严重，机长 Ed 因撞击已经昏迷了，驾驶舱的门被卡住了。副驾驶 Matt 在苏醒了以后，只能用斧头不断地敲击窗口，看能不能砸出生路。同时间，他身后的氧气瓶破了一个洞，加速了火势的蔓延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幸好其中一名已经逃出去的乘客过来帮助 Matt 敲打窗户，以及其后才赶到的救难人员的协助，最后 Matt 才得以被救了出去。根据当事人事后回忆， Matt 一直不停地说道：“告诉我的妻子 Amy， 我爱她。”这是一起以悲剧收场的空难事故。发生意外的原因被调查出来，是腐蚀造成的金属疲劳状况没有被发现，最后导致螺旋桨故障。受撞击昏迷的机长在大火中窒息，8名乘客因严重的灼伤去世，还有1名乘客在空难发生的8个星期后死于心脏病。这一场意外总共抹去了10条生命。剩下的人大大小小都留有不同程度的烧伤，还有些人患上了幸存者内疚，认为他们当时应该帮助其他的乘客。事后有人提出，要是使用不易燃的原料，会不会降低发生大火的机会了？但碍于成本以及其他的限制，到今天为止，在原料这一块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。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，我们改变不了过去，但可以改变未来的做法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这个事故中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觉得，机长在驾驶舱中看着满天的按钮和控制屏幕，机上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可以一览无遗吧？事实却恰恰相反，坐在机头的机长是最不可能看到飞机出现问题的人了。我说的看，是真的物理上的看。虽然机长可以透过控制面板得知飞机的左引擎出了问题，但他根本看不到引擎的具体损坏情况。机翼上、引擎上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。这个时候，在客舱中看得见的乘客跟空服员就变得很重要了。特别在一些大型的飞机中，往往只有坐在窗边的乘客才有机会看到机翼和引擎的情况。所以我想要大家注意的点是，如果你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任何的异状，要立即的向空服员报告，让机组人员了解到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的情况。在这一次事故中，可惜的是，空服员跟驾驶员之间发生了沟通上的误解。空服以为驾驶员掌控了一切的情况，驾驶员又没有多问一句引擎开起来怎么样呢？但可以理解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纰漏。事实上，3名机组人员都已经做到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了。Robin 作为整架飞机唯一的空服员，他很冷静地安抚乘客的情绪，还在落地前后很专业地指导乘客逃生。幸存者都很感谢他的协助。另外2位驾驶员也很尽力地让飞机平行的落地，所以落地后才会有100%的生还率。只是之后的逃生又是另外一层考验了。
这个事故最大的原因出在维修问题上。作为搭乘者的我们，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去避免意外的发生。我们能做的是如何在事故中逃生。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快。你这时候可能会想，谁不知道逃生要快啊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但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原因会阻碍你逃生的速度？就算你知道要快，可能当事情来临的时候，你未必可以做得到。这架巴西利亚飞机很小型，载客量只有30人，而且它坠落的时候没有开升降架，所以乘客逃生时只要从断开一半的缺口中走出去就行了，门都不用开。但我们比较常搭的波音或是 Airbus， 假设飞机迫降后没有断开，没有缺口，逃生时一般都要空服来开门，还有逃生滑梯等等。飞机距离地面也很高，要注意的事项也就比较多了。我们回到这个事故中，其实有8个人只是受了轻伤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大多都是在飞机坠毁后很快的回过神来，心知飞机有可能会爆炸，立即逃出飞机的人。其他可能不小心撞晕了，或是还沉浸在恐惧中的人，他们想走的时候已经迟了。今天在这里呢，我想先请大家注意的点是心态的问题。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要是经历了飞机急速下降这样子的事情，害怕是很正常的，就像我也不太敢坐过山车一样，真的很害怕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。要是不幸发生了事故，在飞机停定了以后，空服首先会安抚乘客，那时候你就深呼吸，听空服的指示，安全的逃生就好了。记住，只有有序的逃生才能加快逃生的速度，所以不要慌，慌了就乱了，乱了就走不出去了。但是在逃生这一部分，我想讲的东西有点多，所以以后会分一个影片来说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一类的事故解说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以后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这个航空业觉得应该关注的事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